为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，不管呢是家里还是办公的地方，都要进行全面消毒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如果过度消毒反而有害，因为病毒在离开活体细胞存活的时间呢比较短，所以像地面、鞋底、轮胎这些地方没有必要天天消毒。还有过度的使用消毒剂，还可能会引起中毒，导致人体出现不良反应，比如咳嗽、气喘、红肿、呕吐等。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消毒。那怎么做到刚刚好呢？第一，开窗通风。因为密闭空间是病毒传播的有利条件，所以每天开窗通风是非常必要的，并且家里消毒之后也要及时开窗通风。第二，勤洗手。我们的手是接触病毒几率最大的，所以用洗手液洗手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，居家隔离物品消毒。一般家里不要过度消毒，只要保持清洁就行，除非家里有居家隔离观察的人。还有消毒时要进行擦拭消毒，不要拿着消毒剂乱喷，要不然很容易引起中毒。血液粘稠看起来离我们很远，其实呢，这都是生活中日积月累的，通常和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和哪些习惯有关。第一个，喝水太少了。人是离不开水的，那我们的血液中大部分呢也是水。如果平时喝水太少，体内缺乏水分，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堵塞。第二个，久坐不运动。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流动会变慢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使血管堵塞。第三个，吃得太油腻。一般油腻的食物都是高脂肪、高蛋白的，如果吃得太多，容易引起肥胖，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如果想要血管健康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改掉一个也是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高血脂，如果平时吃了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。血脂高对身体有很多危害，经常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胸闷、心痛等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，帮助血脂降下去。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躺着就能做。每天睡觉前可以躺在床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大腿和地面垂直，小腿和大腿垂直，脚尖朝向天花板。这样保持5到10分钟。这个抬腿的动作可以促进气血运行，使气血畅通，而且抬腿时会流汗，能够把身体内的酸性毒素排出，将血中脂肪燃烧掉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效果。不过要每天坚持做才会有效果哦。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想要降血脂，大家平时在吃完饭后可以出去走一走，每次走半小时以上，不仅可以促进消化和吸收，还有利于血脂的降低。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，眼睛的健康也遭到了威胁，经常会有眼睛疲劳干涩视力模糊的情况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保护眼睛很重要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养护眼睛。大家可以试试用菊花和薄荷一起泡水喝，取适量的菊花和薄荷，然后倒入白开水，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。因为菊花有清肝明目、疏散风热的功效，对保护眼睛有帮助。薄荷则有消炎抗菌、疏肝理气的功效，对眼睛健康也有利，所以将它们一起泡水喝，对改善视力、养护眼睛有很好的作用哦。大家可以试一试，是健康的信号灯。若出现这3种情况，大家需当心。情况1，眼屎粘稠、半透明。如果眼屎变得粘稠，而且是半透明状的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要感冒的信号。若是还伴有眼白发红，要警惕病毒性结膜炎，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情况2，眼屎发白呈细长形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眼屎，很可能是眼睛干涩引起的，那大多发生在用眼过度或者是经常戴隐形眼镜的人身上，大家需注意缓解眼睛疲劳。情况3，眼屎颜色深而且很多。大家早上起床后，如果眼屎很多，感觉都粘在一起了，而且眼屎颜色还很深的话，这可能是肝火旺的表现，大家需要及时养肝，可以多喝水，少熬夜，多吃一些可以降火的食物。
所以当出现眼屎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发现异常，最好先检查，不要乱用眼药水，以免给眼睛造成伤害。阳气对我们很重要，如果阳气不足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。阳气不足的人会有2个表现，别大意了。表现1，免疫力下降。如果体内阳气不足，那么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很容易生病，尤其是感冒。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注意了。表现2，怕冷。当人体内阴阳失衡时，经常会出现怕冷的情况，尤其是冬天，手脚和腰部等地方都容易发凉，这时就要小心是体内阳气不足了。那阳气不足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对养阳气有帮助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坐在上面，将双腿弯曲，双手交叉抱住小腿，将重心放在臀部下面，然后抬起双腿，让大腿尽量的靠向腹部，保持这样的姿势，然后前后的摆动，每次3到5分钟。这样滚动背部可以帮助疏通气血，滚动的时候背部发热，阳气也会生发，有很好的养阳气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坚持做一做。很多人啊喜欢吃凉的东西，或者呢夏天待在空调房内，时间长了容易让体内的阳气流失。如果阳气不足，身体就容易生病，尤其冬天也会有怕冷、手脚冰凉的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补阳气。首先，全身放松的站好，然后让双手一前一后的甩动，甩动到前面的手要拍打肚脐这个位置，后面的手正好呢拍打到对着肚脐的命门，这样来回交替的甩手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大家可以呢早上做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强壮肾气，提升阳气，让气血更畅通，全身都暖和起来。大家不妨试一试。人都害怕肾虚，那中医认为腰为肾之府，如果肾脏虚弱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腰无力、腿没劲儿的情况。所以呢，养肾很重要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养肾，改善腰腿无力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用菟丝子煮水喝。菟丝子有很重要的作用，它归肝脾肾3经，有很好的补益肝肾、益精壮阳的作用。那对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有很好的改善效果。那大家可以取7克的菟丝子和适量的白糖，然后把它们放到锅中煮开，大约煮15到20分钟就可以喝了。那男性朋友没事的时候可以喝点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，也能够让腰腿更强壮。不过呀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菟丝子喝多了，很可能会有上火的情况，那这时呢就不建议继续喝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，应该少吃甜食，少吃含糖分高的食物。其实除了这些，生活中有2种肉也要尽量少吃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一种，熏肉。一般熏肉都是经过加工的，里面会添加一些化学物质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是不适合吃的，因为熏肉里含有的有害物质会对胰岛素产生影响，不利于血糖稳定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二种，肥肉。肥肉含有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比较高，吃多了不仅会引起身体肥胖，还会破坏血糖的平衡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这类肉，血糖高的人也要尽量少。脾胃的强弱呢，和人的健康息息相关。如果脾胃好，身体也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，那么身体自然强健。但如果脾胃虚，身体得不到营养，自然呢会影响健康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调理脾胃。我们可以呢先站好，双腿微微的弯曲，2手手掌心朝上放在腹部前面，然后左手翻掌往上举，右手也翻掌向下按压。做的同时，双腿站直，拉伸身体，坚持4秒，回到原位。再换相反的方向，那这样左右一共重复30次。因为脾经经络主要是分布在我们躯干两侧的，所以这样单举手臂可以帮助调节脾胃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那每天坚持练习，脾胃会越来越好哦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但是有的人刚喝完水就想排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正常的排泄是可以将我们体内的毒素、垃圾排出去的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。而当你喝水量过多或者是过快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出现喝完水就想上厕所的情况。其实这并不是肾脏出现了问题，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那就要注意2个问题了。
第一，膀胱括约肌太松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膀胱是有弹性的，可以储存很多的尿量，所以当饮水过多的时候，不会立刻出现尿意。但如果膀胱括约肌太松，那么喝水的时候就会有想去厕所的冲动。通常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孕妇身上。第二，膀胱天生比较小。有些人的膀胱天生就比较小，所以当喝水的时候就会有想排尿的情况。所以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尽量不要憋尿，要不然很容易增大膀胱，对健康不利。那上面的这2个原因，不知道你了解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